今年的5月1号劳动节当天，台铁的员工决定集体休假，所以那天台湾的火车预计全部都不会开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铁员工集体休假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在4月中的时候，台铁工会表示，他们不满政府推动台铁公司化的方法，所以号召所有的台铁员工一起在5月1号劳动节当天依法放假，集体不去上班。而之后，工会还加码预告，未来在端午节、中秋节还有国庆日也不会配合加班。那目前包含绝大多数的台铁司机跟站务员在内，一共有13000名的台铁员工都表示，在5月1号当天都不会出行。那虽然交通部还是有在讨论加开火车班次或者其他应变的可能性，不过台铁表定的列车已经确定会全面停驶了，也就是说5月1号当天，全台湾的人应该都没有火车可以搭了。那有计划在那天搭火车的人，可能就要去找替代的交通工具，或者是直接取消行程。所以政府这次推动的改革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会搞到让全台湾都没有办法搭火车？而台铁员工为什么要反对？他们的诉求又是什么呢？在开始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常觉得跟别人谈事情的时候，总是被牵着鼻子走，达不到想要的目标吗？如果你有这样的困扰，那就不要错过今天要介绍的刘碧荣的制胜谈判思维课。刘碧荣教授是享誉各界的谈判大师，也是国内外许多知名公司的谈判教练。这门线上课程集结了老师实体课程精华，不只教你选择适合的谈判战术，还有大量的实战情境练习，让你在职场互动、亲友沟通以及生涯重要的决策当中都能够无往不利。活动期间购买课程可以享有低于7折的优惠，使用专属的优惠码谈判77还能够再享限量1000元的折扣。赶快点击下方的资讯栏看看更多课程的相关资讯吧。这次事件的来龙去脉可以从1年前说起，在去年的4月初发生了伤亡惨重的太鲁阁号列车出轨事故，而且在2018年才发生过普悠玛列车翻覆的重大事故，接连2次的大出包让大家对于台铁的信任跌到了谷底。所以太鲁阁号事故发生没多久之后，政府就承诺要彻底的改革隶属于交通部底下的台湾铁路管理局，防止憾事再度的发生。而政府提出的改革方法就是要让台铁变成公司，用企业经营的方法来重整组织还有改善问题。那从去年开始，交通部就在起草相关的文件，然后在今年的3月，行政院通过了俗称台铁公司化草案的国营台湾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设置条例，并且送交给立法院审议，而日前也通过了初审。可是台铁的工会对于草案一直有很多的疑虑，也试图透过协商、陈情、抗议等等的方式来反映，但都没有取得什么成果。所以草案送审之后，工会就决定要在国定假日集体不加班来表达诉求。目前几乎所有的台铁司机还有大部分的车长、站务员等等都参与了工会的联署，确定在5月1号不会上班。而台铁也宣布，当天列车会全面停驶。而往年的5·1连假单日大概都有10万多人次搭乘台铁，影响的规模可以说是相当大。造成这么大的风波，台铁工会的诉求其实就是要让政府先撤回台铁公司化草案，跟工会重新协商讨论之后再送审。不过台铁公司化的这个争议，其实从去年交通部开始拟草案的时候就开始了。那到底政府为什么要一直推台铁公司化？公司化可以做些什么呢？去年太鲁阁事件之后呢，蔡英文点出了台铁3大需要改善的面向，分别是组织文化、财务亏损以及经营模式。那如果按照政府的判断来看呢，台铁之所以会一直出包，就是这3者相辅相成的结果。不过1945年创立的台铁，现在的组织真的太庞大了，这种大范围的问题呢，都很根深蒂固，要重整啊或是改制都非常困难。所以政府认为，只有透过公司化才能够真正的推动改革。而去年我们有介绍过台铁公司化的事情，今天呢就很快速的复习一下。简单来说，公司化就是把行政单位变成股份有限公司，但跟民营化不同的是，这间公司呢会是由政府独资经营，不会像是中华电信一样开放给民间投资。而政府的说法是，火车铁路提供的是公共运输，如果用民营企业那种主要以获利为目标的经营方式，可能就会牺牲掉一部分的公共利益。所以相对来说，政府来经营比较可以照顾到这一块。而另外，台铁如果变成公司的话呢，又能够比公部门更有效率。一来呢是法规限制会比较宽松，二来是会导入企业管理啊，还有企业经营的方法，能够更着重成效，也就能够更有效的改善台铁组织太庞大、复杂、不灵活等等的问题。那在这样的期待之下，行政院就赶在太鲁阁事件满1周年之前推出了台铁公司化草案。
这次草案的内容主要有几个的重点面向。首先呢是确实定义公司化，把台湾铁路管理局改为政府独资的国营公司，并且设置董事会啊、监察人等等。而另外是要处理台铁累积高达4000多亿元的负债，其中大多数的这个债务呢都是由政府编列预算来偿还，但台铁公司也要帮忙分担一部分的短期债务。所以这份草案中呢也规定台铁公司在土地的出租还有使用上面，可以不再受到土地法跟国有财产法限制，并且拿出了3块台铁的土地来设置偿债基金，增加新的收入来源。换句话说，草案中计划让台铁用这3块土地来帮忙还债，而目标呢是在2027年以前转亏为盈。但是台铁员工却觉得这样的草案呢，就只是专注在获益上头而已，根本没有反映基层的声音，无法真正解决最重要的安全问题。在台铁有台铁企业工会，还有台湾铁路产业工会这2个主要的工会。那虽然他们过去在一些议题上面立场不尽相同，但对于这次公司化草案的态度呢，都是不反对公司化，但对改革方法不满。首先，工会认为呢，政府在推动草案的过程当中没有做好沟通，比如刚刚提到工会有用陈情抗议来表达对于草案的疑虑，而草案送去立法院之后，也跟交通部进行协商，希望能够先撤回草案，大家先讨论好再继续的推行。但政府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坚持台铁公司化的进程不能停。那即便这个工会宣布集体不加班草案也还是过了立法院的初审。这样的过程就让工会批评政府根本不管他们的意见，不愿意解决基层的担忧，害得员工人心惶惶。而且工会还说，之前台铁公司化的说明会几乎没有在处理运输安全这一类员工最关心的事情，而是都在讨论资产开发、土地规划如何盈利等等。而且他们也认为整个草案当中完全都没有写到安全这2个字，但跟盈利有关的计划却写了一大堆。工会指出，如果是要能够让台铁能自己还债，明明可以选择把车票卖贵一点点，但政府却不这么做，而是想要用土地资产来赚钱。所以他们质疑政府是想要借着收回台铁土地来开发一些新的建设，炒高附近的房价。此外，他们也批评在2次重大事故之后开始推行的改革，理应呢是要先优先改善这个安全问题，但政府却忽略了基层的意见，完全没有解决到实务运作上面会出现的各种安全隐忧。不仅没有订定任何的安全计划或者是相关的作为规章，连去年事故发生之后，大家检讨最凶的 SOP 跟实际作业对不上等等的安全管理问题，也通通没有处理到。那对于这些质疑跟指控，政府也做出了一些回应。对于草地皮的质疑，交通部长王国材说，台铁总共负债高达4000多亿，要全部都靠政府用公务预算来偿还会有点困难，而为了确保偿还能力，才必须要开发土地资产。而至于为什么不选择调整票价，他说这是因为台铁提供的是公共运输，属于民生问题，所以至少要让台铁的服务满足民众的期待之后再来做调整。而另外他也强调，台铁的土地如果要卖，必须要通报交通部，所以用来还债的这3块地原则上面都不会卖，而是要用出租等等的方式来赚取收入，并没有所谓的草地皮的问题。那关于安全没有入法的争议呢？交通部则说，条例草案中确实没有特别写了安全，不过他们也不反对把安全2个字写进去，只是认为这样做也只是宣示性质。那即使现在没有写下来，他们也会持续的把关台铁的安全。那在工会宣布5·1不加班之后，许多的乘客都叫苦连天，急忙的更改他们的行程。目前已经有1万多人退票了，所以行政院长苏贞昌呢也对工会喊话，希望他们不要跟衣食父母作对，认为呢这样造成乘客的不便，反而会让民众更不谅解，对于事情没有帮助。而交通部也表示，他们跟台铁工会3度协商之后，工会还是决定在5月1号不上工。那他们还是尊重工会的决定，也会做好应变计划，改用高铁啊、客运等等的系统来进行接驳。而之后也可能会加开临时的班表，另外也开放让已经购票的乘客在1年内都可以免费去退费，希望可以减少对于民众造成的影响。在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当中呢，台铁真的常常会有各种问题，有的时候可能是误点，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某些事故而意外停驶。那像这一次没有遇到天灾却全面的停驶，而且还停1整天的状况，倒是真的非常的少见。这对原本已经有安排行程的人来说，一定会觉得非常的困扰，甚至会生气。但从最近几年连续发生的重大事故当中，我们最大的感触就是搭火车这件事情虽然看起来很理所当然但它背后的整个体制运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复杂。而台铁公司自己呢，就像是一台非常老旧的火车，当它年纪越大，却没有去做合适的翻修，零件很有可能就会一个一个松脱，威胁到所有乘客跟员工的安全。那以目前的状况来说，我们相信大部分的人应该都同意台铁需要彻底的改革，甚至可能也不排斥用公司化的手段来处理。但改革要做的事情有一大堆，
哪一个应该是优先处理，看起来就是这一次争议的关键。像工会就认为，改善安全问题应该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以最近的几个事故的分析看来呢，台铁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安全管理问题，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上下层的沟通不顺畅，上层管理人所制定的 SOP， 真正在执行的时候却不一定会这么顺利。但一直以来，基层却都没有好的管道可以向上去反映，所以问题也就很难改善。那我们认为某种程度上面来看，这次公司化草案的争议，政府跟工会之间沟通呢一直出问题，好像也是再一次的重现了这种意见无法交流的情况。当管理阶层总是听不到员工的声音，而员工又缺乏谈判的筹码时，他们通常就会采用比较激烈的手段抗争，想要借由外部的压力逼对方重视自己的诉求，让双方一起走上谈判桌。那在最新一次的协商当中，虽然谈判还是破局了，不过两边都觉得对话开始有一些进展，也表示会持续的沟通。那我们也希望是真的可以成为双方找到共识的开始。而至于最后结果会怎么样，就让我们一起继续看下去吧。好的，那最后想要问大家，你支持台铁员工这一次5·1劳动节集体不加班吗 ？A 支持，我觉得政府的草案疑虑很多，为了让大家平安，暂时不方便一点也没有什么。B 不支持，要表达诉求可以有很多的方式，但我不支持这种会影响民众的手段。C 不知道，我觉得双方说的好像都有道理，只希望他们再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台铁员工集体休假。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台铁民营化以及台铁红遍新之乱。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